北歐老吳的頻道。今天是2026年5月11號，歡迎進入直播間的朋友。已經進入直播間的朋友，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如果聲音和圖像都正常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直播了。有沒有进入直播間的朋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好的，謝謝秦朋友，你好。我們趕緊來講一下這個標普大盤。那麼今天指數的話，又是繼續攻城略戰，那麼又是新高了，最高點7423.59， 7423.59。那麼日線上，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還是沒有頂分型，对吧？沒有頂分型就沒有頂，你就不用太擔心。出現頂分型了，你再開始減倉也好啊，開始做空也好啊，你都有依據。所以我們要交易的時候，你一定要有依据，不要猜，或者說不要這個過度交易。你覺得高了你就去做空，你都没有依据，对吧？那你这胜率不會太高的。那麼在日線的次級別1小時上，我們看它的結構，雖然這個結構很飽滿，從6316，對吧？一直漲到這個7423，這只有2個中樞了。不是只有2個中樞，已經有2個中樞了。但是有2個中樞不代表不可以有第3個呀，對吧？雖然說2中樞之後這個結構是飽滿的，可以隨時結束，但是它的延續性你是沒有辦法去預測到的。現在走的是大 B 中樞的離開，也就是走小 C 段，在模型裡面。但是它這個走的延續性非常好，已經走了5段了，或者說5浪，1、2、3、4、5，現在走1小時的 C 段中的小5浪，是這麼個玩意兒。那麼在第5浪裡面，現在看的是1小時。如果說你去5分鐘看的話，也就是我們把它高亮一下，這個第5筆或第5浪，我在5分鐘上看，它的結構是什麼？一個進入段，一個中樞，一個離開，對吧？但是這個離開現在相對的偏弱，跟這個前面這個進入段比較的話，所以說這裡可以隨時拉回來。或者說我在上面做第2個中樞可不可以？在這裡做第2個5分鐘中樞也可以的，對吧？所以說想要這個5分鐘這個結束，就這段要結束的話，它必須要回拉呀，或者說直接砸穿這個中樞，快速跌穿它，才可能走反向，對吧？如果說連這些都沒有，你就說要暴跌啊，要這個什麼怎樣這那的，你沒有依據啊。所以說你要想抓這個大頂的話，或者說想抓做空的話，那你就要盯着最小周期上的多空轉變。如果說連小周期都沒有出現多空轉換，何談大周期呢？因為這個結構都是從小周期慢慢生長到大周期的，一定要注意這一點。結構是生長出來了，就像一個人，就像一個花開花落一樣，它是一個生長過程，而不是說你可以猜到，對吧？所以怎麼來操作呢？就是跟蹤它，從小周期在多空动能轉化的時候，一定要去看小周期，這就不能看大周期了。大周期是管什麼用呢？是套模型，往模型裡套用。現在是在模型裡什麼位置？它可能在走某一個位置，是不是沒結束，對吧？大周期上套模型，小周期上要套动能轉換。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指數，我們簡單的說個5分鐘。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家的提問。先看這個，我們按照順序來。先看 Shirley 朋友問了一個，这應該是一個軟件公司 ServiceNow， 這個我也之前注意過。軟件公司呢，他們現在面臨的這個窘境啊，就是因為這些，尤其像 Anthropic 這些 AI 呀，太牛了，現在太強大了。對這些這個軟件為主的，像這些你像他這個公司是什麼呢？是主要基於雲的數字化工作流平台，就這個 ServiceNow。然後呢，雖然說它的切換成本非常高，生態的粘性比較強，但是它在這個 IT 服務行業領域是絕對的霸主。
市场占有率是40%，大客戶也很多，什麼西門子啊、匯豐銀行啊、波士頓科學都是他的客戶。他主要競對手大家也比較熟悉，是另外一個 Salesforce CRM。CRM 這個是它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競爭者，你看他們的圖形都差不多，都在下面趴着，對吧？但是如果說你是想做一個對冲的話，比如說你買了很多 AI 芯片的 AI 相關的，你想拿它這個 ServiceNow 或者說像那個 CRM 做一個對冲的話倒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說你想配置很多它，你想撈個大底，我不建議，除非是你对這個行業非常了解，因為你以為砸出一個黃金坑，你以為它是一個錯殺，那你聰明嗎？這麼多華爾街，這麼多這個聰明人都往華爾街跑，為什麼他們不去買它？那些基金經理，他們都是吃乾飯的嗎？你覺得，對吧？他們傻嗎？他們難道看不到这個被殺了這麼多便宜了嗎？對吧？他們不傻呀，他们為什麼不去做這些，而去做那些已經漲得很高的英特爾啊、MU 啊、QCOM 這些公司，為什麼去追漲這些呢？也不就是說你要清楚這背後的邏輯，你才可能去做。因為我們小散戶是坐轎子的人，不是抬轎子的。機構不進去，你往裡衝進去，你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埋在這裡面。你在這裡埋個1年2年都可能，它不動。很多人覺得這個股票不波動就是好股票。除非這個股票，如果說再不分紅的話，那就是垃圾。在我眼裡面，又不分紅又是波動低的股票，就是垃圾股票。在我眼裡，打引號的那個垃圾股票。但是，除非是你真的非常了解，我才建議你碰這種股票。那麼針對它的話，我們其實之前分析過，就是大周期上，它在周線上這有一個中樞，一個離開，一個進入，一個離開，它現在沒走完。就是這個離開這個小 B 段啊，現在是一個1、2、3，對吧？但這個4的反彈沒出來，現在，所以說它弱嘛。現在這個4的反彈在日線上的話，這段沒彈出來，所以它還可能是一個3沒結束，就是這個周線上的1、2、3的3沒結束。雖然說現在短了，空間小了，跌不動了，跌不動並不代表起來呀，對不對？跌不動並不代表它這個多頭沒出現，多頭沒出現，它就可以一直在這裡趴着，在這裡橫着。所以說，你說你怎麼進？你怎麼進？所以這種股票，起碼現在它沒有出現任何多頭跡象的時候，你就不要動它，或者說你就敬而遠之，對吧？什麼時候出現了？比如說某一天啪一個大漲的時候，你再往裡進都來得及。這就是我們要的這個多頭的這個表達。只有這種多頭開始表達的時候，你再進都來得及，因為它一旦表達了，證明它上面的空間是有的，它要往上衝的話，這個空間是有的，對吧？但它沒有表達的時候，你就往裡進，何必呢？只能講這麼多。這個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秦朋友問的這個 AAOI。AAOI 的話是一個光，你說了光傳統相關的票，對吧？我今天也注意到了，它是上漲了24%，這就是我明顯的一個對比。這個跟剛才那個ServiceNow 你能發現圖形上是一個明顯的一個對比，不是說讓你去追漲這些這個已經漲了很多的這個 AI 相關的，你說都漲這麼多了，我怎麼進呢？對不對？都已經這個漲到天上去了，難道我去追嗎？不是讓你去追漲啊，它有回調啊，這麼大的一個回調看不到嗎？這是多少？25%的回調啊，你看不到嗎？對不對？有回調啊，你看好基本面的，像它这種基本面好的，現在就是光通訊这些，那都是特別火的板塊，你看不到回調嗎？對不對？不是讓你追漲它，沒有追漲的這個根本就沒有追漲的這個，你都不需要追漲，就買回撤就好了，對不對？所以說這個選股，我們一直說這個纏論牛在哪兒呢？它是3個維度的一個交易系統，不是單單的技術面。你要是只是把纏論當成一個技術交易系統，你反而就是有點這個怎麼說呢？沒有這個真實的認識到纏論的根本。它是個3個維度系統，這個選股票的一個系統，基本面、比價關係，最後才是技術面。為什麼天天看技術面？因為技術面的變化多、變化快，你要利用這些回撤、回檔，利用它的一個錯，這叫錯殺。跟剛才那個不叫錯殺。
利用這種市場的這個定價的一個錯誤，你來占便宜，你來買它的回撤。所以說是先從基本面比价關係篩選完了，我才用技術面來看。如果說基本面比價關係不好的話，我这圖形都不看它，这公司我都不瞅它，曉得吧？所以這個一定要清楚你是怎麼來利用這個纏論，而不是單單看技術面。那麼針對這個的話，它在這個要 15.8 這裡起漲的話，下面有一個中樞，然後針對這個中樞，現在這些全都是小 B 段，在模型裡面的話都是小 B 段，對吧？那你要套用模型的話，但是這個小 B 段是什麼結構？1、2、3、4，現在要走第5浪或第5段，那麼它就需要打掉前面這個 191.87 這個高點，對吧？因為它這裡回撤也夠一筆了，但是呢，它這個回撤是有個包含關係的，上面有3根 K 線有包含關係，經過包含處理之後，它是不滿的預筆，但是因為它這個周期相對比較大，要先滿足5根 K 線。5根 K 線的目的是保持这個周期，保持周期比這個包含不包含更重要，一定要注意這一點，周期比這個包含不包含更重要。所以現在就看它能不能，它是5月7號哦，上周已經出過財報了，你看它這個數字都是比預期的要差的，對吧？所以說它之前這個預期差，那今天這個上漲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其他的跟這個光電相關的這個行業相關的刺激，它大漲了 23%， 對吧？現在如果說它再次突破 191.87 的時候，你就要注意，要這個後續的力度要強。如果後續力度不強的話，那可能是這個3的延續。我們把這個3給單標出來。75.85 的一個延續沒結束，如果說它是這樣走的話，就是變成了一個1、2、3，然後可以從這裡繼續跌，重新生成第4浪或第4筆。我的意思是說，它這個上漲啊，就是比如說它突破了 191.87， 但是呢，上漲之後，突破之後就開始有回落，那變成了這個1、2、3是這樣一個構成。到這裡，然後這又變成了新的4浪回撤。前面這裡本來也是已經有4浪了，但是因為它這個5啊，可以是各種的一個組成，比如說只有2根 K 線呢，或3根 K 線，反正只要不到5根，它都可以直接突破這個 191.87。所以說你要注意這一點。但是現在後續力量一定要跟得上才可以。那操作就是突破了 191.87 之後，如果後面沒力量了，先減一點。防止它給你先是一個3結束之後來一個4的回落，對吧？如果說後面的力量更強的話，那你就可以繼續拿一拿。什麼時候出現頂背型了，你才開始減，因為它這個日線的一個5浪，對吧？後面它可以慢慢的往上爬的。但是呢，這個 MACD 你可以一直跟着 MACD 就好了。MACD 一定要有力度的往，它也可以在上面一直不下來。有很多這樣的圖形，你就會發現，很多人說啊，這個那個看什麼 MACD 了，或者說 RSI 超買了。很多人說這種在空中不下來的這種，他們叫超買。這叫什麼超買？這叫強勢表達。不下來的原因它是強啊，稍微可能回落一點的話，大家都去買它。很多人就是把這個，因為技術指標這個東西，你可以隨意解釋，隨意解釋。好的，針對這個 AOI 的話，我們只能講這麼多，但是不要追漲，一定不要追漲。我們再往下看，莉莉朋友問了一個 LPTH， 12.78， 这個公司我們是這個票我們是第一次看，我們的簡單的說一下它的基本面。那麼這個 LPTH 的話，它也是上市時間也是挺久了，97年就上市，是一個老牌的，看來也是最近這波才起來。那麼是在2024年開始起來的。你看它下面橫了一個超級的大底，它下面做了一個超級大箱底，這做了一個超級大箱底，這是01年一直橫到了25年。對吧？你是說啊，我這個股票不漲或不波動，這個穩，對吧？你穩吧。這多少年？2021年一直橫到2025年，20年，20年在這裡橫盤呢。那麼現在是起來了。那麼這公司是主要是設計並製造非球面透鏡、紅外光學元件以及熱成像組件，
核心產品用於激光、夜視、遙感、5G 通訊的高性能模組，特別是其獨特的這個流系玻璃系統，這是它比較這個獨特的一個系統。那麼它主要的是它在工業級及國防非球面光學元件它是領軍者。那麼主要的客戶是誰呢？洛克希德馬丁那個軍工股，雷神啊，都是軍工的那個，它的是給这些軍工做供应的。那这公司還挺牛的。他現在就是說，可能因為地緣政治的原因，可能因為軍工股要漲的話，它肯定也會有一些這個產品上會有一些需求。那麼我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從這個點位起來的，這個就是也可以把它歸到這個軍工股票裡面，它是從 1.04 起來的這一波。那麼在周線上的話，這裡有一個大的回落，基本上是走了一個浪形的上漲。我們看一下最底下這裡有沒有出現接觸。這個高點在，我們把它標出來 1.74， 然後這個回落 1.67， 這裡做了一個周線中樞，做了一個周線中樞之後起來的。那麼這裡給了一個300，對吧？你說這種大周期上它也給你300呀，給你回落呀，你只要能夠觀察到它，或者說你能夠跟蹤到它的話，你不需要去追漲。那麼這裡是有過一次回落，但是不夠一筆，然後直接到這裡了。所以說周線上它走了一個123，我們現在測一下它這個123有沒有被持，剛好頂到了等比例 14.91， 看到沒有？剛好頂到了這個等比例的位置。那麼現在就看它是不是要回落這一筆了。它現在其實是處在一個中陰段，就這個狀態是一個中陰狀態。那麼對中陰狀態，我們在頻道裡面也講過很多次了，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了。就是說它沒有方向，它可以往上走，再次突破 16.53， 也可以往下走，跌破 10.77， 跌破它就是这個新的一筆出現，繼續上漲突破前高，就是這個前面這一筆的延續，對吧？就是很簡單一個告訴你，現在就上下兩個方向你都要看。那麼我們需要把這個起漲點給它斷開，我們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那麼從 5.83 這個結構日線上，這是做了一個大中樞在這裡，這是，但是呢它這個中樞的區間比較窄，你發現沒有？有兩種畫法，一你可以是這麼畫，二呢你可以是中樞畫在這裡，這就是中樞的畫的時候有多異性。如果說你畫在第二種的話，那前面就是一個123，就是3筆作為進入段。如果說你是按照現在這種畫法的話，就是1筆進入一個進入段，所以它两個都可以。但是現在這種畫法能夠體現出3買來，對吧？那麼但是呢，這裡是出現過一次回檔，我們要看一下，這裡出現過一次回檔，然後這裡又破壞它，所以它其實一筆就直接到這裡了。所以說現在體現出來，這個是日線的一個小3買或潛在的一個3買。那麼它的前面的結構也是出現了一個比較複雜，這裡也有中樞，所以今天是出現底分型了，然後又踩到，你看它又踩到了120天上。所以說這個位置如果說大概一瞅啊，如果是我的話，大概一瞅，我手裡有底倉也好，或者說我今天想進它的話，可能這個位置我就要配一點倉位了，曉得吧？因為它針對下面中樞是3買，又有底分型，然後內部又有結構，相當於雙觸發，對吧？那我這個位置要配倉位，因為你不配的話，它就直接上去，它也可以再次突破前面的 16.53 的，或者說你要想做的更精細的話，那就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這個底分型和前面的這個結構，它可不可能給你一次回踩，給你個2買之後再上去也可以的。那麼在這裡1小時的话，它這裡做了一個中樞，對吧？這裡一個上下上，明顯做了一個1小時中樞。所以現在它只是出現了底分型之後，只是拉回到這個中枢裡來了，發現沒有？但是呢，它這裡其實是有過一次反彈之後再下来，可以算成一個類中樞。但是它这个因為這個123的3呢，它是不滿足嚴格定義的5根 K 線的。但是呢，你如果說把這個 10.77 這裡作為這個起漲的這個開始的話，你從這裡斷開的話，現在這麼分析是沒有問題的。我現在假設 10.77 就是要開始生長出來日線上的一筆了，那麼在1小時上我起碼要有3段，對吧？那麼現在是明顯是頂到了這個
200小时均線，而且这个也是够一笔了。然后它的 MACD 也是顶到了这个0轴这里，但是好在这個張口還比較大，現在就不知道它這裡能不能再往上衝一衝，比如說可以衝到120均，然後給你一個回踩2買，然後再上去，是可以這樣的。最差的就是什麼呢？那你就要借用前面這個中樞了。那麼它最差的是再次跌破這個 10.77， 意味着日線這個底分型就不成立了，就變成一個中地的。所以說你不知道你有沒有進，但是現在你要追的話就比較尷尬，你一追啪給你一個回撤，給你個2買，然後人家再上，對吧？所以我一直提倡的就是不要追漲，它碰到了位置有阻力了，你如果說在下面進的，你大可以在這個位置減呢。我們看一下多大空間，如果說出現底分型你再進，到200均減倉已經有 15% 的盈利了呀，完全不需要追漲。我15%的盈利我現在賣一半，對吧？我留一點底倉，它往上衝一衝我繼續拿着，回來的話我再買回來，你這差價做多美啊。所以說不是沒有給你機會，但是一旦它到了這個位置，你現在想進就是非常尷尬的位置。那麼整體來講就是要結合1小時，結合日線，再結合週線，那你就能把這個票做得比較好了。好的，那麼只有講這麼多了這個票。我們再往下看58499朋友問了一個能源股 MCEL 對吧 Fuel Cell Energy， 這個我不太清楚它快速的看一下它有沒有跟這個 AI 數據中心相關的這個業務。畢竟現在好多能源公司像什麼核能的了，對吧？好多核能的公司為什麼起來，或者說一些之前有一個比較火的公司是 Bloom Energy， 好像是 Bloom Energy Corporation， 對吧？它好像也不是核能，但是它漲了一大波。所以這個 FCEL Fuel Cell 它主要的是這叫什麼碳酸鹽燃料電池。核心產品主要用於現場發電，然後這個正在全力轉型為 AI 數據中心，提供分布式基礎複合電源。它的主要客戶有這個美孚給石油公司，還有豐田啊，還有輝瑞，以及一些韓國的這個公用事業公司。主要競對手就是我剛才說那個 BE Bloom Energy， 但 Bloom Energy 好像是關注度比較高一些，但是它好像從底下剛剛爬起來。如果說真的從底下剛剛爬起來的話，倒是不錯的一個選項。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這個行業的龍頭是誰，因為我們一般做的話都是做龍頭，但是龍頭現在像剛才那個 Bloom Energy 漲得有點高了。我們看一下它這個週線上從這個最低點起來之後的一個情況。那麼從這個 3.58 起來之後，這裡有過一次回檔。我們把這個圖形給它拉大一點，我看一下週線上有沒有形成中樞。它這裡的話是最低點在這裡，這裡有過一次下上下啊，週線上這裡做了一個中樞，週線上做了一個大中樞在這裡。然後呢，做的中樞之後，其實可以到這裡畫到這裡，然後它的起漲的話，我們看一下這個低點在哪裡。這是 6.35 6.18， 好的，那我們就從 6.18 分析 6.18 開始走離開，我把這個圖形再調回來，我們現在只觀察 6.18 右側什麼一個結構呢？就是前面有進入段，然後做了一個週線大中樞，然後現在開始走離開，這個離開段現在表達挺強的，但是呢是一個週線上的一個已經週線上已經都漲出一筆來了，但是應該是沒結束。所以說如果說它真能起來的話，那空間就大了，起碼先到200均呢，200週均線在40，如果說真能起來的話，上面的空間是大的。我們看一下它的小週期的日線上，最好不要起來太大，如果是起來太大，你現在進的話就比較尷尬，因為它隨時能回調啊，對吧？我們看一下日線上它這個結構，現在好像日線上只有一筆，還是說這裡有過一次回檔。日線上這裡有過一次回檔，然後這裡還有過一次回檔。日線上可以這麼畫，因為它這個2買這個回檔其實不太明顯，但是呢，它又是一個滿足一個5根 K 線的這麼一個起來，然後它這個3走得非常猛，所以說我一般畫的話，2畫在這裡，然後3到這裡，然後4到這裡，然後現在是走5，
日線上我要畫的話，我會這麼畫。所以這裡是一個特殊畫法，就是它有包含關係，但是又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回踩之後的起來，這個 7.06 這個位置，曉得吧？就是說你在畫的時候，這麼畫的原因是，就是你要把這個市場的表達，因為這個明顯的回踩一個2買，這個位置你如果說進場的話，是對你後期的持股是非常有利的一個一個心理上是非常有利的，对吧？你如果說能買在这个2買这个位置的话，現在從2買從7塊錢現在已經16了，都翻倍了。那麼現在是，但是在日線上我們要按這種畫法是一個1、2、3、4、5，這個5的話現在走的是挺強的，所以至於它能走到多遠我們不知道。那麼初步看或者先看的最明顯的壓力位置就在這個200均這裡，在37附近，因為它前面是盤了好長時間。所以如果是真能起來的話，還是很有希望的。但是還是那句話，就是它現在已經在走日線的這個小5段，而日線的現在看的是1小時，這裡有一個中樞，那這個小 B 段又是很強。所以說想進的話，你就只能去看5分鐘上有沒有回撤，給你機會進。但這個票可以做。如果說看到我們剛才簡單講了一下它的這個基本面的一個情況，對吧？但是現在就是不要追，這個很容易一追就回檔，所以想進的話去找1分鐘、5分鐘的回撤，你往裡進就好了，先進一點點，然後慢慢跟，這樣的話你就能夠吃到後面的這個大幅上漲。好的，針對這個的話，我們就只能說這麼多了。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想建倉對吧？你剛才說，所以說按照我剛才說，現在不要，首先倉位不能太大，要進的話，只能去找1分鐘、5分鐘的回檔，因為它大週期上沒有回檔啊，你只能進1分鐘、5分鐘的回檔。但是1分鐘、5分鐘的回檔，那個倉位就不能進的太多，所以一定要把握這個度，不要說啊，我看好這個上面的空間很大，我就往那個猛這個重倉往裡幹。你這一幹呢，誇給你一個10%、20%的回檔，因為它漲了很多了已經，你就隨便來個5%、10%都很正常的，因為獲利回吐嘛，對吧？好的，針對這個我們就講這麼多，然後我們再看7667尾號朋友問的 Net， 這是一個網絡安全公司，對吧？昨天大跌是在財報之後出現了一個大跌，23.62%的一個大跌。那麼這些網絡安全公司確實是，也是跟 AI 相關，像這個 Anthropic 他們這些軟件太牛了，造成這些軟件安全公司，像那個之前我們有頻道裡朋友問這個 CRWD， 哎，漲得不錯。上周，忘了是上周5還是上周1的時候，那位應該是蘇珊朋友問的，對吧？還是繼續往上走，他們可能分化比較大吧，還是說也有龍頭不龍頭啊，還是說怎樣？反正這些網絡安全公司，你要真的是得選好了這個這個其實選股是不容易的，畢竟這些公司裡面可能市場佔有率並不是那麼的明顯，誰多誰少。那麼如果說你選不好的話，就很容易被摁在裡面。我看一下它是不是這個網絡安全啊？它提供雲安全、內容分發及邊緣計算服務，核心是通過其全球分布式網絡保護並加速客戶的網站。對，這個Cloudflare 這我見過這個，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其他的競爭對手的這市場佔率有多高。它的大客戶都是誰呢？這個什麼 DoorDash、Shopify。還有很多佔全球30%的財富500強企業，但是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你是想問能否建倉是吧？那麼現在它沒有，它之前這個上衝沒有突破前高，看到沒有？258.88沒有突破前面的2260，但是呢，這個在週線上是完成了一筆，在週線上完成了一筆上衝，所以它也是一個中陰狀態，就是它要麼是再次突破前面的這個高點258.88，要麼是再次跌破這個，就是這裡要週線上回落一筆也可以，相當於在這裡做大中樞。但是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我們好像之前是簡單的分析過，它在這是月線上，月線上有過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中樞，那麼這是走離開，就是這個位置的話，還是一個潛在的。
它这個主要問題就是沒有突破前面的高點，它這個其實是3買，當時當下這個位置是一個月線大3買，但是因為它沒有完成這個結構，所以說它現在2個方向都可以，要麼是再次跌破158.83的話，就是前面這個下跌延續。如果說能夠再次突破260的話，那就是3買就成立了，對吧？那就是一個123可能是會出現背馳，然後在這裡做月線的大臂中樞。所以現在就是2個方向。那麼你要想進的話，那就還要看158.83之後的這個結構，就是這個上漲有沒有結束，它可以沒結束的。那麼再到日線上來看，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全拽過去。我現在只關注158.83右側這些。那麼再看一下這個日線上，這裡有過一次反彈，然後又下來了，然後它又上去，所以說它在日線上的話，它這個不夠一筆呀。那麼是這麼一個結構，我們把日線上最後這點給它畫完，一個下上，其實它就是3段，123的這個結構，它就做的比較複雜的這麼一個，你發現沒有？但是呢，它這個這段又帶了一個大的跳空缺口下來，那麼其實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的，或者要有一個類中樞，因為它主要是有一段構成的不夠一筆，你可以先把它当成一個類中樞來分析，這樣的話可以用這麼個虛線給它圈起來，你知道這裡有一個中樞會有一個箱體，對吧？也是這麼個那個意思，有個箱體。然後這個帶跳空缺口，因為財報的原因給砸下來了。最好是能夠到191.29，再跌個1-2天，到191.29以下是比較好的一個。它這樣的話，它的內部的話，起碼有個3折或者有個5折的時候你再進。所謂3折5折，就是它這裡要有這個反抗，對吧？1小時上有反抗，但是沒有這個，我們把這個1小時上的有反抗，我們看一下30分鐘，只有反抗還沒有回落，就没打折，打的折扣不夠大，我們要的是什麼呢？是123，1小時上給我來個3折，我要買的是3折的這個1買，或者說你給我打個5折也行，我要買這個1買的位置。但是現在呢，它是跌得非常深，但這個反彈可能沒結束，所以我的建議是再等一等，給你一個3折，1小時上起碼要給到我3折的時候，我買這個1買的位置，就是盤整背馳的位置。什麼是3折5折？就是盤整背馳，建議是這樣一個情況。好的，那麼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只能分析到這裡了。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我們下次再見。